现在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快40岁的小姐姐们啊，来找对象，完全是一群梦幻仙女，不知道她们哪里来的自信。我相信你一定是事业有成，保养的呢也很好，很精致。可是你千万别一开口就说要找个优质男人，行吗？清一色的回答都是尽量找个没有结过婚的吧，毕竟自己还是个未婚，不想去给别人当后妈的，没有那个经验。要说非得找个离异的话，那就得物质条件特别好的啊，就是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那种。说真的啊，也不知道你们都早干嘛去了，你都快40岁了才想起来找个对象吗？知不知道自己年龄多大了？再过几年啊，你更年期都要开始了，子宫都快没有用了，知道吗？有哪个优质男人想找这一款的？现实啊是这样的，没结过婚的，但凡他能看得上的，几乎他都不在人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就算他看上了呢，人家也未必看得上他呀。人家宁可找一个年龄小几岁的女孩，哪怕条件差一点都行。你再优秀也不是男人眼里那个优秀，你们的标准都不一样，知道吗？还有就是说啊，那种物质条件特别好的单身离异男呀，你想什么呀？你根本就不可能碰到这种男的。别说优质男极少会离婚，就算有几个离婚的，那身边也有大把的年轻美女无缝衔接，你信不信还能有你的位置吗？啊，还财富自由呢。可以说你连他的边都碰不到。他们来相亲的几率啊，那实在是太低了。你们这些女人呢，真的是啊，把自己给耽误了。都到这个岁数了，还认清不了现实，非要跟年轻女人去争抢那一小撮优质男人。醒醒吧啊，你就根本不可能是人家的菜。现在相亲市场上啊，有单身的男的，有离异的男的，也有条件特别好的男的，但是啊，就是极少有条件特别好，离异又单身，财富自由的男的。因为他们这类人基本不会离婚，有的小姐姐还想着啊，做个三姐吧啊，去破坏人家家庭。那你真是想多了。他们不会傻到为了一个40岁的女人放弃一半的财富去离婚的，这点你就放心吧。你于他们而言价值在哪里呢？爱情吗？那你就太天真了。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讲，爱情啊，那就是个可爱的游戏，不一定非得带入婚姻啊。他才不会跟你一样去飞蛾扑火呢。他可不是傻子，就算他真的离了，也有大把的90后、00后在等着。他为什么要找一个40的呢？所以就算他离了婚，后边也没你什么事儿，明白了吗？我就发现啊，现在的女生真的是太多幻觉了。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点冷水。以下观点你是不是也会有？幻觉一啊，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我，有的是大把的男人追我的。我拜托啊，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恭喜你，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啊，那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好吗？幻觉二，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可是据我观察，现在来相亲的80%都是女性，挤破了头要嫁出去的。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啊，都会被家里人啊催。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幻觉三，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我真的是啊，我想笑出声来都。你是认为找个有钱人很容易吗？那有钱人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吗？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人家呀是有钱，又不是有病。幻觉四，只要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的，低头来哄我，不哄，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小妹，你真的太天真了。发生了关系，男人的目的就达到了，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不大。真的会来哄你的，那是真爱。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幻觉五，我跟你离了婚，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我的那个天呀哦，你还真的是中毒中得太深了啊！这些毒鸡汤，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都找不到对象了，就你一个离异的女人还想找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图你结过婚生过孩子，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珠黄啊？别跟我说你优秀啊，男人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你的优秀啊他还真看不上，明白吗？在北京这个相亲环境里哈，大家本来就比较内卷，卷工作，卷收入，卷学历，卷长相，卷家境，卷背景。你要是还有以下这些致命的问题，
那你距离脱单就太远太远了。第一哈，工作忙；第二呢，圈子小；第三，长得丑；第四，慢热；第五，穷；第六呢，不会谈恋爱；第七，要求还高；第八，宅；第九，个子矮；第十，太事儿了；第11，你的父母太事儿了；第12哈，社恐。你看看自己到底占了几条呀？在大龄剩女非常泛滥的北京，35岁以上的女生哈，如果你还抱着宁愿不嫁也不错嫁，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种思想哈，那可能你真的就嫁不了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什么叫错嫁？你们口中的错嫁无非就是遇到个不求上进的人或者是太平庸的男人，要么呢就是哪个方面都不如你的男人。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哈，现在这个市场那些不平庸的男人他们不找你了，嫌你老。你真的别不信哈，你来相亲试一试，你全明白了。那些哪方面都不如你的男人呢，他都不敢找你，好不好？反正你也嫌弃他，他找你干嘛呢？你说你还能找谁？以后这个年龄段的也别找我了，连我都伺候不了你的需求。那天有个36岁的大龄女生因为家里边30岁的表妹春节的时候结婚了，这次真的完了崩溃了，春节都不敢回家过年，觉得自己嫁不出去很自卑很丢人，更加焦虑了。嘴上呢说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好好过日子的男人能够对她好就可以，条件方面完全可以放宽的。结果呢，我给她一介绍麻烦就来了。这个男的工作不稳定不想考虑，那个男的没眼缘也受不了，这个男的呢爱好太多了，会不会很花呀？那个男的呢房子又太小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面积大。得，我呢就知道他会出幺蛾子的。结果人家还是不甘心最近呢去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单身自驾活动。这个女生当中她的年龄是最大的，大家说尴不尴尬呀？她还反过来问我说你怎么活动上这么多的优秀男士不介绍给我呀？我都快被她气死怎么自己一点数都没有呢？我就跟她说的特别直白了，我说人家看不上你的，劝她找个离异的吧，有条件好的。她说不想当后妈的，还没到那一步吧。劝她找个年纪大10多岁以上的优质男人。她说太老了，真没意思。就这还算是降低了标准的，好家伙还说我们在制造焦虑，明明就是自己把自己在往火坑里边推，对吧？说实话他们现在生育价值几乎没有了，年老色衰了，还指望着出现个高富帅智障了要娶她。我真的是无语的很北京90年的男生他跟我说坚决不想相90后的女生了，最好能接触00后的女生。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来我们这里半年多了，参加了好多场活动，在单身群里他也挺活跃的，这半年他加了不少90后的女生也约出来见过面。但是他发现跟这些90后的女生交往真的特别费劲，如果说不合适就说一句也不耽误大家时间，这不挺好的吗？但是不是他不管合不合适，他都是一副德行，就整得你没有往下继续的动力了。就你一看照片是个美女，一看本人呢对不上号，而且他们聊天的回复最多的就是然后呢你如果不继续舔着脸继续聊，他就说你不积极主动，他自己回应的很敷衍，最后罪过呢都得由我们来承担。这样的聊天虽然说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是极强的。说实话他们也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好，但是却要求男方方方面面都得好。作为男人我们如果条件不好，我们自己能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我们也只想找个普通的女人踏踏实实过日子。但是大部分来相亲的女的不是这么想的，她们可能有房有车有学历，但她们没有几个能意识到自己长得丑，还高高在上还很挑剔。总之呢，这些90后的姑娘也不知道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看还珠的时候呢幻想王子爱上我，看流星花园的时候呢幻想富二代爱上贫穷的我，看了韩剧呢幻想霸道总裁爱上普通的我，看甄嬛的时候还得了皇上都得爱上我。所以呢我不想陪他们这些人继续梦游了嘛，所以我还是想看一看没有受过这种毒害的正常点的姑娘嘛。
最近呢，有一个粉丝问我啊，他说有多少女人离婚之后呢，又想复婚的？其实这样的人啊，还是不在少数啊，只不过呢，要看他的运气怎么样了。之前我接待过一个45岁的女博士啊，事业有成，风韵犹存。她离婚了，带着16岁的女儿一起生活。她刚来找我的时候，心气儿特别的高，要求找一个学历跟她差不多的，形象气质也得不错的，并且只接受比自己小5岁和大5岁之间的男士。身高必须得180以上啊，当然经济条件更不用说了啊，得有多套房产和7位数以上的存款。她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好，所以呢，配得上这样条件的男士。她说她的前夫比她大15岁啊，现在呢自己正当年，但是老公已经太老了。虽然对自己也挺好的啊，而且知识还挺渊博的，内涵也很丰富啊，谈吐也很高雅，但是就是身体不太好啊，思维啊可能守旧了一些，总之在各个方面啊都跟不上了。所以呢，她提出了离婚。这位客户啊，虽然我匹配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客户啊，所以我尽心尽力帮他找。刚开始啊，他选人到了极致挑剔的程度，除了对方是博士学历之外，还要看对方的本科在哪儿上的啊。如果不是基本的名校啊，似乎也入不了他的法眼。又或者呢，不是高级领导层或者大老板级别的啊，也是不成。总之呢，挑来挑去的啊，结果是什么呢？那些能达到他全部要求的男士确实是有的，但是无一例外全部都拒绝了他，有的连面都不愿意见。后来呢，他就把条件啊稍微降下来了一些啊，说要不然呢就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一点的，条件呢也不如他的啊，但是呢那必须得长得好。于是呢，我还真给他匹配到了一位这样的男士啊，1.80米的身高，硕士学历啊，在一家金融机构呢做管理的，也是离异的，比他小5岁。可是啊，他们大概交往了半年啊，这个女士呢又过来找我了啊，说这个还是算了啊，不想继续交往了。我一问才知道啊，他说这个男士呢倒是愿意跟他结婚，对他呢也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啊，对方收入不高，消费方面根本跟不上他的档次。两个人出去吃饭也好，旅游也好，都是女士在掏钱。刚开始呢，他是处于好感啊，都不在乎，但是时间一长啊，他就觉得这个男人除了这个皮囊啊，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吸引他了。而且呢，他越来越感觉这个男人就是想吃软饭的。因为最近有一次啊，这个男的接了一个项目啊，想让他呢投资几百万。虽然这些项目的真实性呢，他背后做了调查，确实是真实的，但是他觉得对方的胃口太大了，如果投个10来万啥的啊，可以帮一下。这么多钱啊，他是不会投的。但是两人的关系突然陷入了尴尬，于是呢，他就结束了跟这位男士的交往。经过这一次啊，他还是希望能找个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可是后来呢，我又陆续给他介绍了几位，又是一样的啊，被人家拒绝了，全部都被拒绝了。就这么着啊，折腾了大半年，他终于累了，开始想念他的前夫，想念之前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了。他觉得呢，前夫除了年龄之外啊，哪儿啊都比这些人强100倍。但是大家觉得他的前夫还能接受他回到身边吗？今天啊，我不得不来说一下了啊，有的单身的男人啊，也挺让人无语的。条件很好，很优秀啊，但是他就是脱不了单。那是因为啊，真正漂亮的女孩太少了。我经常都会碰到一些啊30、40岁以上的单身男人来跟我说，我不要求女孩子的工作有多好，我也不要求女孩子的收入有多高，我更不看重学历，我就连她的家庭背景我都可以不在乎，我只要求她呀长得漂亮就行了。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个事实啊，其实他说的要求呢确实不过分，但是呢问题是啊，大哥啊，你还是不太了解实际情况的。首先那种人见人爱的天然美女啊，她确实是非常之少的，她比年收入7位数的男孩啊还要少得多。你不得不承认啊，美女她只占到了女生总体量的 20%啊，就像那些优质的成功男人一样，也只占到了男人总体量的 20%。那这一小撮人呢，是那 80% 的人心之所向的，他们都想得到这 20% 的人群里的人，所以才会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么不论男女啊，你如果不在这个群体里，真的没有必要去跟人家竞争。你有什么实力呢？还有一种男生啊，会在颜值的基础上啊，还要加上对方的学历好啊，家境好，那你就更完蛋了。不是没有这样的女生，而是这样的女生啊，根本看不上还在半山腰的你。既然啊，人家颜值又好，学历又高，再加上家境也不错，那他挑选对象的要求自然也就是那种站在塔尖上的人了。你确实也很优秀啊，但是优秀人却很多很多，何况呢，你还没有站在塔尖上啊。
所以你是基本够不着他的啊。再者说了，漂亮的女人大部分都比较重物质生活，你的兜里没有银子那就别上杆子上去舔了，根本不是你的菜。别搞得自己最后赔了老本连手都没碰一下，你说你何必呢？还是现实一点找个好女人就 OK 了，对吗？经常我都听到有女生说我不想将就着找个人结婚，我真的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我就很好奇这句话是不是有点问题？现在到底是谁降低了谁的生活质量难道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是女生在买单吗？是男生在天天要仪式感吗？是男生在要转账要红包吗？是男生在要买包买奢侈品吗？难道现在的结婚是女方在买房子买车？是男方在说父母养自己这么大不容易，所以结婚要几十万的彩礼要3金吗？我就不太明白男生如果不谈恋爱不结婚，那他不知道少了多少开支你们算过了没有？那些花在谈恋爱结婚这件事情上的钱够他们干很多很多的事儿了。不谈恋爱就不用去娱乐场所不用去看电影，也不用上高档餐厅，也不用一年几十个节日准备各种礼物也不用给他发红包转账买奢侈品送鲜花。不谈女朋友就不用去考虑贷款买房买车，每个月你就不用背上千上万的房贷车贷了，而且有很多贷款一还就是几十年，这几十年你都不能停止工作的，也不能轻易的辞职就要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想想都很压抑。不找女孩子结婚的话，就不用考虑以后小孩10几年的教育费用了只要不报复性的消费，即便是一天花100块钱，按照一个月挣5000块钱来讲也能省2000。不过资本它是不会放过任何人的，没有男性的消费呢，那女性被抛弃之后，他们会转战男性市场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顾虑可能也是多余的，因为男生他不像女生，他们的消费一般都很理性，因为钱是自己赚的嘛，他们会更知道钱的来之不易。昨天呢，我在之前我发的一个视频，资本即将抛弃女性的评论区看到了好多的人在晒自己不谈对象之后给自己买的各种礼物，有晒机车的，有晒轿车的，有晒跑鞋的，有晒鱼竿的，有晒电脑手机的。真的当男生开始取悦自己，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很多的男生都在说，自从我不给女生花钱之后，我发现我的钱真的是花不完的。想一想还真的是只要他不谈女朋友，那生活质量才叫杠杠的好。所以女生们真的别再说那样的话来混淆视听了，是你降低了人家男生的生活质量，还差不多。一个月挣5000的瞧不上人家挣2万的，一个月挣5万的看不上人家挣10万的。女生不管自己在哪个档次，她都觉得是男生降低了自己的生活质量。她们有的时候好像对钱根本就没有概念，对婚姻对生活也是完全没有正确认知的。你们觉得是这样吗？今天这个事儿吧，又差点没把我给气炸了。88年的女人离异的没孩子，她呢就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非要找一个总经理董事长这种级别的男人。我也劝了她多次了我让她降低一点标准，人家就是死活不同意。这不都给她见了3个老总级别的人物了吗？第一个还真是看上她了，人家就比较直接，问她愿不愿意做她女朋友。他说这男的有病，才见了几次就让他做自己的女朋友，太简单粗暴了。然后这位呢直接他就 pass 了。那见了第2位呢，第2位觉得也不错后来呢就约他到家里做了顿饭给他吃，什么都没有对他做，非常尊重他。这不挺好的吗？结果这位说这个人太小气了，抠门，让我到家里就是为了省一顿饭钱。这种我也不感冒，就跟我们说赶紧的下一个吧。于是今天又给他见了一位老总可惜这一次他的运气可就没有这么好了。这位呢直接就跟他说没有看上他，对他根本不感兴趣。这还得了，对于自信爆棚的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不会发生的事儿于是呢这就跟捅了马蜂窝是一样的，各种来质问说男士加了他微信为什么要加，没看上还加微信干啥说没看上为什么还要来见面。他的逻辑就是不喜欢大概率就是长相不喜欢，那为什么要见面呀？当时介绍的时候看了照片的不满意没感觉，还过来见面干啥？
他其实啊，说来说去就是他的颜值已经这么高了，既然同意见面，就是看上他了，就是看上他的颜值了。看照片也是能看出来感觉的。他说这些的意思啊，就一直是在强调他呢是个美人儿，人家就不能看不上他。如果人家看不上他，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男士的问题。于是我跟他说啊，别说这种级别的男人，就是一个普通一些的男生啊，来相亲，他也不可能只看你的颜值一项就能看上你，对吗？人家不需要考量一下你的性格、谈吐、内涵、三观这所有的东西吗？真的啊，有这么幼稚、可笑还肤浅的女人，她就觉得自己有一张好看的脸啊，就能 hold 得住全天下所有的男人了，谁也不能拒绝她。这是不是挺可笑的呀？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啊，就是这样的。这一说到结婚，女方就要高额的彩礼，要好车，要好房，男人啊，一般都会尽量的满足他们，婚后还得努力的养着她。多少南方家庭啊，为了要娶个媳妇儿，几乎变得一贫如洗了。有的家庭外债累累啊，不堪重负，婚后男人还得养着一个只想享乐、挥金如土的祖宗。物质生活一旦达不到他的享乐要求，还有离婚的危机。为什么不想想，当今社会男女其实是平等的呀？结婚的一切开销应该由男女双方一起来负担的，而不是应该只由男方单独来承担。婚后男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养着女人的这种义务，而是两个人要一起维系这个家庭的兴旺和睦。这类女人呢，真的是太重钱了，太看重物质了，太能享受了，拜金挥霍，到头来还无情无义的。他们啊，真的是把结婚当成了摇钱树和提款机了，当成了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机遇，恨不得一下子把男人的口袋全部掏空，把男人的血汗都要榨干。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能遇到一个性格温柔、知书达理、懂得疼人、勤俭节约、孝顺顾家、善良贤惠的女人呢？彼此恩爱白头到老。可是现在太多贪婪、拜金、享乐、无情的女人了，比比皆是。所以现在的男人，你是不是也该觉醒了？不要再无底线的去包容这些女人了，跪舔这些女人。只有当男人自己觉醒了，女人她才会觉醒，她才会知道只靠男人可能是不行的，我还是得靠我自己。婚姻得双方一起努力来经营，才能幸福，才能长久，对吧？